对，你想象一下哦，不用动手，光是用想的，就可以滑手机、玩电脑游戏，甚至跟别人聊天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电影的情节？对啊，但你知道吗？对诺兰、阿伯还有那个布莱德·史密斯来说，这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。真的假的？他们是他们两个都是 Neuralink 这家公司那个脑机界面技术的早期使用者。诺兰是因为潜水意外，结果四肢就瘫痪了。那布莱德是得了 ALS，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渐冻人症，没办法动，也不能说话。哇，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跟你一起来好好聊聊 Neuralink 这家公司，还有它背后的这个脑机界面，就是 BCI 技术。这个东西啊，发展速度真的快的有点吓人。一方面好像看到很多希望，像是恢复功能什么的，但另一方面，感觉又好像打开了什么潘朵拉的盒子，有很多让人担心的问题跑出来。没错，没错。而且我们今天参考的资料来源也蛮多元的，有像诺兰、布莱德他们这一种直接使用者，他们自己现身说法的访谈影片，那个感受最直接。也有 Neuralink 公司他们自己公布的最新进度。那当然也有比较硬的，像是学术期刊的文章啊，分析技术啊，未来应用之类的。还有管制的。对，还有像欧洲理事会那种机构的报告，他们就比较着重在伦理、人权这些层面的讨论，再加上一些媒体的深度报道。了解。好，那这次我们就是要从这些资料里面帮你抓出几个重点。这个技术现在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？它对这些使用者他们真真实实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？未来它还可能变怎样？还有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开始注意哪些风险呢？伦理问题。对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咯。好，那我们先很快讲一下这个脑机界面 BCI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其实这个概念本身不算新了哦。很早以前，像记录那个脑电波 EEG，到后来用脑波去控制一些简单的东西，科学家们其实试很久了。所以不是 Neuralink 才开始的。不是，比较接近现在这种应用的，像是治疗帕金森氏症的那个深层脑部刺激 DBS， 还有像 BrainGate， 让瘫痪的人可以控制机械手臂。那些研究都10几20年了。了解。那 Neuralink 为什么好像特别红？他们2016才成立的诶。我想关键可能在他们的那个策略。Neuralink 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做单一技术，他们把材料科学、很精密的机器人手术，还有 AI 演算法这些东西，整合在一起。整合。对，而且他们的目标很敢讲，不只是医疗。那个马斯克不是公开说过吗？他想的是未来人跟 AI 要怎么共存的问题。他们那个装置 Link 是做成一个完全植入、无线传输、无线充电的小圆片，这个在整合度上就比以前那些研究高很多。听起来很厉害。那实际运作的关键呢？是那些放到脑袋里的东西吗？对，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他们开发的那个电极线。非常非常细，你想想看，大概只有我们头发的1/5粗吧。哇，那么细！而且是用那种有弹性的生物相容性的材料做的，这跟以前常用的比较硬的那种犹他阵列很不一样。他们一个 N1 装置上面有64条线，总共1000多个电极点，可以侦测那个神经讯号。所以更有弹性，电极更多。这代表说可以读到更准的讯号，还是说比较安全？理论上两者都有了。软的线比较能跟着大脑自然的微小移动，这样可以减少发炎啊，或是长疤痕组织的风险。这对要长期放在身体里的东西很重要。对，那电极点更多，当然也就表示能抓到更丰富、更细的神经活动资讯。可是要把这么细的线放到脑里面，听起来就超级难的吧？对啊。所以他们就开发了一台专门的 R1 手术机器人。根据 Neuralink 他们的说法，这个机器人可以在非常高的精准度下，很快的把这些线放进去，甚至可以放到比较深层的脑区。这样手术时间就缩短很多，风险也降低了，然后也可以让更多不同状况的人有机会用。好，所以线放好了，机器人也搞动了，然后呢？
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啊？是读心术吗？哈哈，也不是真的读心术啦，没那么夸张。现在的应用啊，主要还是读取大脑里面那个控制运动的区域，就是运动皮层的讯号。比如说，当你想要移动你的手，即使你的身体可能已经没办法动了，但你大脑里面那个相对应的区域还是会发出讯号。啊，所以是读那个意图就对了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意图。不管你是真的试着去动，就是 attempted movement， 或者只是在脑袋里想象那个动作 imagine movement， 这些特定的神经活动模式都可以被侦测到。然后呢？侦测到之后呢？然后就是靠机器学习演算法，把这些讯号模式解码，翻译成电脑看得懂的指令，像是移动滑鼠游标啊、点击啊之类的。当然，使用者需要花点时间让系统去学习、去校准，就是找到那个对应关系了。了解了。那这个技术实际用在像诺兰他们这些早期使用者身上，效果怎么样？我看他的故事真的蛮感动的。对，诺兰在那个访谈里面有讲到，他瘫痪8年了嘛，以前都要用嘴巴含着一根触控笔去点平板，你想想看有多不方便。很辛苦。植入 Neuralink 之后，他说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神经讯号在荧幕上跳动，然后很快的光靠想的就能移动滑鼠游标。他说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形容。他好像重新拿回了那个数位世界的自主权。对，他可以自己玩线上西洋棋，玩那个文明帝国那种策略游戏，甚至用这个来学法文、学日文。哇哦！这真的不只是好玩而已，这是重新跟世界连结，找回一种掌控感。他还开玩笑说，有了这个，他可以一直打电动打到天亮。听起来很棒诶。不过他的经验好像也不是一路顺遂。我记得有看到说他遇到过挫折。是的，这一点诺兰在访谈里讲得蛮坦白的。他说，植入大概1个月之后，他发现那个控制效果变差了。诶，怎么会？后来 Neuralink 团队检查才发现，有蛮多条电极线移位了。原因是他的大脑在头颅里移动的幅度比团队当初预估的还要大。哈，这听起来很严重诶。那怎么办？实验不就失败了吗？诺兰说他那时候真的超沮丧了，觉得一切都要完了。但是 Neuralink 的工程师很厉害，他们去调整了软体的演算法，让系统不只看单一神经元的信号，而是学习去辨识一群神经元的整体活动模式。哦，用软体去解决硬体的问题。对，结果不只恢复了控制，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之前更好。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。它显示了，有时候硬体的问题或许可以用很强的软体来弥补，也让我们看到这种早期研究就是会不断遇到问题，然后学习适应。所以即使可能有些线跑掉了，还是能用。根据那个访谈透露的讯息，诺兰现在可能只有一小部分，也许5%到25% 的电极还在最理想的位置，但他的 BCI 控制能力还是超强。他第一天就破了那个 BCI 每秒传输位元数 BPS 的世界纪录，达到9 BPS 以上。这速度已经快要跟我们一般人用滑鼠差不多了。哇，太惊人了！这也让 Neuralink 在帮第2位参与者 Alex 设计植入方案的时候，就学到教训，做了改良。这真的展现了这个技术跟团队的韧性诶。那另外一位使用者布莱德·史密斯呢？他是渐冻人症患者，状况跟诺兰又不太一样。对，布莱德因为 ALS 已经没办法说话了，活动能力也几乎都丧失了。他之前是靠那个眼动追踪技术来沟通，但就像他在影片里分享的，眼动追踪很怕光线干扰，所以在户外几乎不能用。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待在比较暗的室内。这样对生活品质影响很大诶。那 Neuralink 改变了什么？改变超大的。他说现在可以用，他形容是心灵感应了，就是用想的很稳定的控制电脑，而且完全不受光线限制。哇！他可以用 AI 辅助的程式来跟外面沟通，甚至他们还用了声音合成的技术，把他很多年前自己录下来的声音重新做出来。天哪！可以再次用自己的声音跟别人沟通。对他来说，那个意义真的太重大了。但他说，真正无价的是，他可以走出户外了。
走出户外。对，他现在可以陪他小孩去公园，看他们游泳，甚至看他们一起玩马里奥赛车。这种重新参与家庭生活、享受阳光的感觉，他说是以前完全不敢想的。这些故事听下来，真的很 powerfully 的说明了 BCI 的潜力，不只是控制电脑而已，是找回失去的生活品质。完全正确。而且不止他们两位哦，后续的参与者，像是那个 Alex， 他甚至能用 BCI 操作那种专业的电脑辅助设计 CAD 软体。CAD 用想的，对，还有用绘图软体画画，甚至控制一个机械手臂跟他玩剪刀石头布。太酷了吧！他们还展示了好几个参与者一起连线玩马里奥赛车，还有决胜时刻，就是 Call of Duty。这也是第一次有人用 BCI 来玩这种第一人称射击游戏。诶，听你这样讲，感觉这个应用范围正在快速扩大。那 Neuralink 对未来有什么规划？除了这些之外，他们的野心显然不止在恢复运动跟沟通啦，有几个方向已经拿到美国 FDA 的那个突破性装置认定了。那是什么意思？那表示 FDA 觉得这些应用有潜力，带来重大的改善，会给他们一些优先权，加速审查流程。哦，那有哪些方向啊？一个是视觉重建，就是 Blind Sight， 目标是透过刺激大脑的视觉皮层，让失明的人可以看见那种由光点组成的像素化影像，让盲人重见光明。对。Neuralink 预计可能在2025下半年或2026年初就会开始人体试验。马斯克还开玩笑说，未来搞不好能看到红外线、紫外线，就像那个电影《星舰迷航记》的角色一样。这如果成功，影响真的太巨大了。还有其他的吗？还有语言恢复，希望能够解码大脑里面想要说话的那个意图，帮助因为中风啊、ALS 啊这些原因失去语言能力的人。以及更进阶的机器人控制，让使用者可以控制辅助性的机械手臂，未来甚至可能连到像 Tesla 那个 Optimus 人形机器人，做到更复杂的肢体动作。等等，这听起来越来越像科幻小说了。那个星际大战卢克天行者的机械手，好像真的快要出现了。这些都还在研究啦，但是那个方向是很明确的。而且 Neuralink 的技术蓝图也很激进。他们计划每年都要大幅增加植入的电极数量，从现在的1000多个，目标是几年内要增加到几万个，还要整合更强的 AI。但是马斯克的最终目标好像比这些更大，不只是医疗用途。对，他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实现人脑跟 AI 的共生，就是要大幅提升我们人脑的频宽，让我们能跟得上未来那种超级 AI 的发展速度。频宽。对，他甚至谈到未来可能实现人跟人之间可以直接意念沟通，就是 consensual telepathy。意念沟通，哇，那这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如果这个技术不只是用来治疗病人，而是拿来增强健康的人呢？这个就是人类增强 enhancement 的议题了，也是现在伦理讨论的一个大焦点。你看，诺兰在访谈里也提到啊，未来用 BCI 玩游戏可能会像是拥有超能力一样。对耶。那马上就会让人担心，这会不会制造出新的不平等？有钱人可以去买更强的大脑能力，然后就形成一个超人类阶级。这确实是很严肃的问题。那这也带我们到下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，就是这项技术背后藏着哪些伦理风险跟挑战。听起来潜力无限，可是风险呢？风险确实不少，而且很多是我们以前比较没遇过的问题。首先最直接的当然就是安全问题，把东西长期放在脑子里，会不会发炎、感染、长疤痕、组织影响效果？万一那个装置坏掉了怎么办？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医学风险。合理。再来就是隐私吧。如果这东西能读大脑讯号，那我的小法不被看光了。没错，神经数据啊 ，neural data 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最私密的个人隐私了。像 Neuralink 这种，未来可能不只能读取，还能写入讯号的双向装置，理论上就有被滥用、被骇客入侵，甚至被拿来影响你思想的可能性。哇！这就直接碰触到所谓的心灵隐私 （mental privacy） 还有 cognitive liberty 这些核心问题了。光是想到就觉得有点可怕。
那使用者本身的权益呢？像是他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同意了什么？这点超重要，特别是像诺兰跟布莱特，他们算是比较弱势的病人，我们要怎么确保他们的同意是充分知情，而且是完全自愿的？还有，万一 Neuralink 这家公司未来经营不善倒了，或是改变政策不支援了，那这些植入者怎么办？谁来负责维护，甚至帮他们把东西拿出来？这些都跟使用者的自主性很有关系。甚至有人担心，长期用 BCI 会不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的想法、决策方式，甚至改变他对自己是谁的感觉，那个自我认同感。哇，这牵涉的层面真的很深呢，还有公平性的问题。我们刚刚有提到，可能会加剧不平等。对啊，初期成本一定很高嘛，这几乎是必然的。那要怎么确保这个技术的好处，特别是医疗上的好处，可以让所有需要的人都用到，而不是变成有钱人的专利？这是整个社会需要去面对的挑战。这么多又新又复杂的问题，现在的法律跟得上吗？很多专家跟机构都觉得现有的法规，像是保护个人资料的 GDPR， 或是跟 AI 有关的法案，可能都不太够用了。因为 BCI 带来的是很独特的挑战，所以现在开始有人在倡议要确立新的神经权利 Neural rights。 对，像是保障个人的心灵隐私啊、思想自由啊、心理完整性这些。像南美的智利已经在尝试把这些权利写进他们的法律里了。哇哦！还有一些国际组织，像欧洲理事会 OECD 这些，也都在制定相关的伦理准则。看来这个监管跟治理会是未来几年的关键呢。绝对是，而且整个过程需要非常透明。比如说，就有研究提到 Neuralink 他们一开始没有按照惯例去公开注册他们的临床试验，虽然他们后来补上了啦，但这也引起一些关于透明度的疑虑。这一切听下来技术的进步当然很让人兴奋啦，可是伴随的来的伦理挑战也一样巨大，甚至更根本。它碰触到我们怎么看待自己，怎么保护我们最私密的内心世界。正在收听的你最关心或者说最担心的是哪个部分呢？好，我们今年这样一路看下来， Neuralink 还有整个 BCI 技术确实展现了非常惊人的潜力。从帮助那些失去功能的人重新找回生活品质，到未来可能改变我们跟机器的互动方式，甚至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模式。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引发的那些很深刻的伦理问题，范围涵盖了个人的安全、隐私、自主性，一直到社会层面的公平正义，甚至是如何定义人本圈。Neuralink 无疑是这波浪潮的领头羊了，但整个领域的发展真的需要我们持续去关注、去思考。在我们参考的那些资料里面，其实还有提到一些更前沿的研究，像是把不同生物的大脑连起来，有做过老鼠的实验，甚至有人类之间透过那种非侵入式的 BCI 进行简单沟通的实验，叫做 BrainNet。 真没假的，人跟人直接大脑连线。对，然后马斯克不是也一直提到那个意念沟通吗？还有用思想去控制机器人的远景。这就不禁让人去想一个更远的问题了。如果未来我们的思想不只可以连到机器，还可以更直接的跟别人的思想连在一起，那会是什么样子啊？对啊，这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理解跟同理心吗？形成一种新的集体智慧，还是说会带来我们难以想象的控制、操控，甚至让大家的思想都变得一样？这项技术的终点到底会把我们人类带去哪里？这可能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科幻小说了，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需要开始认真去面对的课题。邀请你一起来思考看看。好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希望这次的探讨能帮助你更全面地来理解 Neuralink 跟脑机界面这个正在快速发展的领域。下次的 The Deep Dive 我们再会咯。